存下来花在刀刃上，却发现生活处处是刀刃。为了省5块钱停车费，把车停路边被交警罚了100。看上一双鞋500块钱没舍得买，结果打麻将一人送1双，800年不舍得点外卖，精挑细选了1个小时，最后挑了个最难吃的。那这一辈子可真是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，叽叽灵灵的上了很多当，骂骂咧咧的干了很多活，小心翼翼的闯了很多祸，精打细算的欠了一屁股饥荒，精挑细选的买了一堆难看的衣服，认认真真的做了很多马虎的决定，迷迷糊糊的结了个婚，稀里糊涂的生了个娃，掏心掏肺的结了很多仇，不明不白的吃了很多亏，窝窝囊囊的活了几10年呢。最后机缘巧合刷到了我，极不情愿的点了个赞，骂骂咧咧的走开啦。啥也不是。排队上厕所，伦敦。啥呀？肚皮上盖章，印度。盖章必用之物，印尼。零存整取，加拿大。一心想发横财，意大利。颜料展览馆，以色列。自称华丽之邦，美利坚。生活越加窘迫，越难。浪尖上的花朵，波兰。知识就是财富，智力。相约明天再见，约旦。你都在沙发上睡1个星期了，想不想回床上睡呀？想。那好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如果答对了的话，你就回床上睡。你问。生命之源是什么？饭。饭是用什么做的？米。米是用什么淘的？用手。你最渴的时候，你想喝什么？奶茶。那奶茶的成分是什么？奶和茶呀。那茶是用什么泡的？茶壶。河里有什么？河里有鱼。鱼是在哪里游的？是在河里游的呀。我再换个思路问你啊。好。有一个成语，它叫浑什么摸鱼？混蛋摸鱼。我看你就是那个混蛋，啥也不是。老头呢？老头都去哪了？为什么到处都是老太太，而老头是少之又少呢？你发现了没？大部分跳广场舞的、逛集的、村头唠嗑的，连打牌的也基本上都是老太太。你到小区一看，一个单元几乎剩下的都是老太太。老头呢？老头去哪了？普通老百姓的男人，基本上平日里都吃着别人吃不了的苦，做着别人出不了力的工作，多年的劳动成疾。到了60、70岁，基本上都到地下工作去了。一方面，男人真的很难，一家的衣食住行，男人都是一个人扛肩上，还有承受妻子的所落，还成了妻管严，在外面出力，回到家里还是窝囊气。到了60岁，那么就丧气了。另一方面，中国女人是世界上最强势的女人，大部分女人一生从来都不承认错误，她只承认犯了一件错，就是嫁错了人。在他们的心里，压根都瞧不上自己的男人，所以经常会欺负自己的男人，所以大部分的男人都是被女人给气死的。还有就是，所有的老太太都不会承认这是一件事实，所以老头听了以后也只能叹口气。还有，儿女大部分都是偏向母亲的，老头基本上被家庭给边缘化了，很多行为并不是故意的，但也没有人在意。这老头受了委屈，他不会大哭大闹，不会满地打滚，只能默默的承受。那么时间长了，人不就垮了吗？对不对？再者，女人50岁退休，而男人呢要60岁才退休。这个女人可以用剩下的10年开始锻炼，那身体是越活越好。而男人呢，
用最后的时间拼了老命的工作，所以身体越活越差。到了60岁的男人，基本上已经半死不活了，哪里还能看到老头？又说有一个寡妇啊，养了一头驴，还有一条狗，白天呢用驴干活，晚上呢让狗看家。有一天夜里，有人翻墙而入，这个狗狗看到以后啊，闭上了眼睛，装作看不见。这个驴一看有人进来了，狗狗居然没叫，于是就慌了，对狗狗说：“有人进来了，你快咬啊！”哎，只见狗狗呢瞥了一眼，懒得搭理它，继续吹它的叫。这个驴一看就急了，于是就嗷大叫起来，赶紧给主人报信呢。哎，这一会儿功夫，这个小寡妇拿了一个棍，气势汹汹出来，把驴给揍了一顿，边揍呢还边说着：“你下次晚上再嗷嗷叫吵我睡觉，我明天把你给宰了。”哎，这个驴呀吓了一身的冷汗，然后忍着痛闭上了嘴。这个时候，只见旁边的狗狗笑着对驴说：“嘿嘿，你个蠢驴，你以为半夜翻墙进来的都是贼吗？啊，哎，难搞哦。”一声拴牛，牛耕田，无人管我，我不闲。牛低头为吃草，我低头为挣钱。小时候我就不懂，为啥一根细小的绳子就可以拴住一头牛呢？让牛在田间劳作一生。现如今，一把无形的枷锁把我困在这方寸之地。原来我们和牛一样，都有各自致命的弱点。牛鼻子太软，它怕疼；我的一生太短，我怕穷。牛倾其一生只图青草，我倾其一生只图温饱。空有人间自由身，却非人间自由人呐。看似自由自在，实则身不由己。我来人间一趟，本想看看世界啥样，结果辜负了父母的期望，丢了最初的模样。我来人间一趟，本想光芒万丈，谁知却和这牛一样。世人慌慌张张，为了碎银几两，可唯有这碎银几两能解世人惆怅。但是来都来了，不能白来一趟吧，好死不如赖活的呢，对不？生活之苦，苦于执着；生活之难，难于放下；人心之烦，烦在了计较。你越在意啥，啥就越折磨你。再好的茶，泡开了才好喝；再好的人，想开了才好过。人呐，就这么回事儿吧，想开了也就无所谓了。完蛋玩意儿，啥也不是。如果你敢在农村跑步，我跟你讲，你完了，你真的完了。我刚回农村的时候，刚晨跑回来，就被村里的老人议论。你看，不知道刚从谁家的被窝里面爬回来。有人。第二天，我害怕被误会，我就扛了一把锄头去晨跑，不料又被他们议论，大清早的不知道去挖谁家的红薯。第3天，我把晨跑改成了夜跑。哎呦我去！他们又说，大晚上的他跑玉米地干嘛？后来我查出那个给我散布谣言的人，哎呀，年纪有点大，我就不跟他计较了。人嘛，以和为贵。对。于是我就给他的儿媳妇订外卖，一日3餐，连续订了2天。后面村里面的人纷纷议论，那个谁的儿媳妇啊，不得了啊，很多男朋友给她送饭。哎呦我去！有穿黄色衣服的，有穿蓝色衣服的，轮流送啊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娘们可不像好人。